大家好，罗马教皇方济各已经在2025年4月21号去世享年88岁。方济各他是本名叫哈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出生于1936年12月17号，是天主教会第266任教皇，也是罗马天主教会首位非欧洲出身的教皇，也是第一位出自耶稣会的教皇。那我们看到的这个页面是梵蒂冈网站的官网，里边可以看到有大量的红色很多中国的朋友可能一下就感到很惊异，这人去世了怎么还要用红色呢？实际上这个不同文化它的丧葬仪式里边的颜色也体现了人类对于死亡的多元理解。那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中呢，白色也象征着纯洁与哀悼是丧葬的主色调。那和红色的喜事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西方社会比如说泰国也好，还有东南亚普遍使用黑色，表达这个庄重对逝者的尊重。在天主教的丧葬中神父呢可能是身穿白色的祭衣，象征着救赎和希望。这个呢就和中国的白色丧服的意涵不同。在伊斯兰世界里边绿色它作为圣色出现在丧葬场合，象征着灵魂前往天堂的旅程。泰国呢作为佛教国家，僧侣的黄色袈裟在超度的仪式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代表了一种神圣和解脱。那梵蒂冈在教宗去世后它的网站保持红色而不是改为黑色，这就可能就反映了天主教它独特的一种色彩象征体系。在天主教的传统中红色呢象征着圣神之火、基督宝血和殉道者的血。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它具有神圣和救赎的意义。在哀悼期间这种象征呢也不会暂时的放弃，因为它象征着信仰它的核心元素和教会的永恒性。所以红色主教的服饰采用红色就是象征着他们愿意为信仰牺牲流血的决心。这种象征在宗教去世的时刻呢就更有它的价值和意义。那讲到这儿好多朋友觉得这听着更耳熟了，对吧？所以即使在当代的社会背景下，这些颜色的差异仍然保持着强大的这种所谓文化韧性，体现了不同文明对同一个人生议题的这种独特回应。不同的文化对于丧葬颜色的选择，实际上呢是一种无声的文化语言表达着对于生死的理解和对于逝者的尊重。下边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就是选举新教皇的完整流程。那么前2期曾经在教皇去世前后我们出过的几期视频曾经介绍过历史上的各种的有趣的各种喧闹的关于选举新教皇的介绍。下面给大家介绍教皇去世之后选举新教皇的完整流程。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各种各样的历史上的有趣的译文，是吧？以及喧闹我们今天讲的是梵蒂冈官网介绍的教皇的去世标志着一系列事件的开始这些事件呢最终将导致选举圣彼得新的继承者。那这个过程受到严格的规定和古老传统的指导。1996年2月22号教宗若望保罗2世在圣彼得宝座庆日呢颁布了普世主的羊群Universi Dominici Glacis 这个宗座宪章，修订并且更新了之前保禄6世1975年就是罗马教皇选举Romano Pontifici Legendo 他的宗座宪章里边的这个规定。这个文件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所谓宗座空缺期这 Sangre Vacanto 就是从教皇终止教会治理到选出继任者的这段时间。第二部分就概述了罗马教皇选举的准备和司法程序。主要的变化呢就是枢机选举人和负责确保选举顺利进行的人员呢全程住在梵蒂冈城内的圣马尔大之家。熟悉吧？有点像高考出题老师不能在高考结束前要限制行动一样。那么枢机选举人呢只能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教皇，废除了
以往规定里边的所谓默契选举、灵感选举和妥协选举。关于有效选举所需要的票数啊，本尼迪克特16世在2007年就恢复了传统的规则，无论经过多少轮投票，选出新教皇啊，他总是需要2/3的合格多数票。谁管理空缺期呢？就是在教皇空缺期间，教会的管理权呢是交给枢机团，然而他们的权力呢仅限于处理日常和紧急事务，并且为选举新教皇做准备。枢机团也接管教皇关于梵蒂冈城国他的政府的所有民事权利，但他们对于教皇生前专属职权的事务没有管辖权。教皇去世之后罗马教廷所有的部门负责人都要辞职但有一些例外因为他要维持梵蒂冈的正常运转。保留的人员包括呢枢机院务长目前是法雷尔枢机，大赦院院长德雷纳蒂斯枢机，还有罗马教区的总代牧就是雷纳枢机，以及梵蒂冈大殿总司铎和梵蒂冈城总代牧甘贝蒂书记，以及教皇施舍院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和国务院总务代理叫佩尼亚帕拉总主教，还有国务院外交关系秘书加拉格尔总主教，以及宗座礼仪庆典的主持是拉维利总主教。另外呢，各个部位的秘书也都会保留职位，有时候秘书干的比长官还要多，是吧？那枢机团在空缺期要做什么呢？在空缺期间所有的枢机都被召集到罗马有健康原因的除外，参加2种类型的枢机会议。第一是全体会议，包括整个枢机团就是那些超过年龄限制的枢机，在宗座宫殿举行，由枢机团团长就是雷纳书记总主持另外就是特别会议，由枢机院务长这个3位书记组成，每3天更换一次人选。全体会议需要做出的紧急决定包括呢，在这个圣马尔大之家为书记准备住宿，并且为选举程序呢布置西斯廷教堂。另外呢，就是指派2位德高望重的教会人士向书记们发表关于教会当前的挑战和明智选举新教皇的讲话。再就是销毁渔夫戒指和用于验证教皇书函的签印确定投票过程开始的日期和时间。那选举前马上要做什么呢？选举前要举行隆重的感恩祭诵念为选举教皇的弥撒。下午呢，枢机选举人以及隆重的队伍会进入西斯廷教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梵蒂冈城国的实时的监控画面开始选举新教皇的会议。在西斯廷教堂内的队伍结束之后每位枢机选举人呢，按照普世主的羊群第53段的规定宣誓。通过这个誓言他们承诺如果当选，将忠实的履行普世教会牧者的博多禄职务。他们还保证对有关罗马教皇选举的一切事项保持绝对保密，并且避免支持那些外部干涉选举的任何企图。这个时候宗座礼仪庆典这个主持呢会宣布所有人出去extra omnes， 那么意味着所有不属于选举会议的人员呢必须离开西斯廷教堂，只有主持本人和被指定发表第2次默想的教士留下。那这一次默想聚焦于选举人的重大责任和为普世教会的利益保持纯洁意图的必要性。确保保密和防止这个外部干扰有很多措施那么所有的选举程序呢都是在梵蒂冈宗座宫殿的西斯廷教堂内专门进行，直到选举结束，这个区域是完全封闭的大家看到我们做的这个 3D 画面了。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枢机选举人呢必须避免发送信件或进行对话，包括电话通话，除非在极端紧急情况下。他们不允许发送或者接收任何形式的信息，不得接收任何形式的报纸或者杂志，也不能收听广播和观看电视广播。那么选举所需的票数以及多数是怎么规定的呢？
要有效选出新教皇啊，需要出席选举人的2/3的多数票。如果选举人总数不能被3整除，就需要额外的1票。如果第一天下午开始投票，那么就只有1轮投票。那在随后的这些日子里面呢，上午进行2轮投票，下午进行2轮投票。那如果没有达到所需的多数怎么办呢？如果选举人啊在3天的投票后仍然没有就候选人达成一致啊，允许休息最多1天啊，用于祈祷、选举人之间的自由讨论，还有首席书记之士啊，现在是曼贝尔迪书记发表简短的精神劝诫，然后呢就恢复投票。如果再经过7轮额外投票仍然没有选出教皇，那么就再次休息，在另外7轮不成功的投票后重复这个过程，就是 for I next， 就这样。这个时候啊，院务长会咨询书记们如何继续。根据本尼迪克特16世在2007年6月26号发布的自动诏书修改的普世主的羊群第75条啊，它恢复了传统规则啊，也就是要求出席选举人的2/3的多数票才能有效的选举教皇。那么在新教皇当选后会立即发生什么呢？一旦选举完成啊，最后一位书记执事呢，把书记团秘书和宗座礼仪庆典主持，他会召入到西斯汀教堂。书记团团长会代表所有人询问当选者是否接受，他会说呢，你接受你被规范选为最高教宗吗？在获得同意之后啊，他又问你希望被称为什么名字。宗座礼仪庆典主持啊，负责起草、接受文件并记录所选的名字。从这一时刻起啊，当选者啊获得对普世教会的全部和最高权力。选举会议呢立即结束。书记选举人啊向新当选的教皇致敬，并宣誓服从，并向上帝致谢。首席书记之士呢随后向信众宣布结果和新教皇的名字。用著名的台词就是我向你们宣告一个大喜讯，我们有了教皇。之后啊，新教皇会从圣彼得大殿的露台上向城市和世界发表宗座祝福。最后一步啊，就是在隆重的教宗就职仪式之后啊，在适当的时间里面，新教皇呢会按照规定的仪式正式接管拉特朗圣若望宗座大殿。这就是梵蒂冈官网啊对于教宗选举最新的这么一个说明，比较拗口，我也试图理解之后呢，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当然我不信这个天主教，但是我对这些宗教啊还是有比较浓厚的兴趣。虽然在 AIGC 时代，在 AGI 时代发生了一些敏感的变化啊，如果真的就目前的 AGI 来说，他已经几乎会做到了全知甚至全能，所以也可能在未来啊，教宗教皇、梵蒂冈整个世界的宗教，他们都需要适应 AI 上帝的到来。也许在那个时候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好的，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